18岁的女孩生了3个20岁的儿子，大儿子高冷霸总却因爱而不得搞囚禁，二儿子娱乐圈男神为了得到更多的爱，竟然养小鬼扎小人，小儿子表面电竞大神却是邪恶天师，连亲爹都练成了厉鬼。顾青音在异空间执行了半个月任务，回家后竟发现20年都过去了，眼前的3个疯批帅哥竟是自己曾经没断奶的儿子，现在虽然奶省了，却更操心了，看着越来越像反派的3个儿子。18岁的顾青音决定好好用母爱感化他们。你是谁？你是怎么进来的？一男一女2道声音同时响起，看着眼前冷艳俊美的男人，顾青音蹙眉再次出声：霍云锦不在家，你大早上就来干什么？男人也厉声道：知道这里是霍家你还敢闯？眼前的女人认识自己去世的父亲，还能不被任何人察觉就进入霍家，绝对不简单。霍星也并没有轻举妄动，只是悄悄拨通了一个电话。几秒过后，一群穿着黑西装的保镖走了进来，这位女士私闯民宅，送她去警局。顾青音心生疑惑，扬声喊道：李管家！但并没有人回应。霍星也却眸光微凝，竟连之前老管家都查到了，他到底什么势力？思索间，顾青音已经将对他出手的保镖撂倒，其他保镖们见他身手不凡，便乘坐电梯绕到他身后，对他前后包抄。顾青音见状面色大变，以为他们的目标是婴儿房，转身就往楼梯上跑。站住，不许上楼！霍星也顿时双眼微眯，难道楼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想到这儿，立马跑上楼梯。顾青音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玄术协会又规定不能对普通人出手，否则这些人他一张符就能扫飞。在保镖的纠缠下，霍星也趁机上了楼。顾青音察觉后，立马闪现婴儿房门口，双拳紧握，竭力克制出手的欲望。我再问最后一遍，你到底是谁？来霍家干什么？男人眉头紧蹙，薄唇轻启：我是霍星野，霍家现任家主。这话应该我问你。顾青音满脸惊愕：你怎么跟我儿子重名了？霍星野眉头紧皱，语气疑惑：你儿子？对，我儿子，也是霍云锦的儿子。霍星野神色莫名：这么说霍云锦是你老公？顾青音迟疑了下：算是吧，虽然没领证，但是该干的都干了，人命也干出来3条了。霍星野黑着脸咬牙切齿：那霍云锦都死了10年了，你怎么不知道？顾青音倒抽一口气：怎么可能？随即抬手开始掐算，越算面色越难看。他追着异兽进了一趟异空间，只短短2天，外面却过去了20年。这20年里，霍云锦死了，他刚6个月的宝宝们也长成大人了。顾青音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猛地推开身后婴儿房的门，婴儿房里空荡荡的。顾青音红唇紧抿，愣在原地。怎么演不下去了？霍星也带着冰茶的声音响起。顾青音猛然转身，一脸认真道：我没演戏，我是你妈。霍星也愣了1秒：我还是你爹呢？顾青音额角一跳，撸起袖子就冲了上去：臭小子，反了你了！伸手一把薅住霍星野的领子，反手关门，并落下一道禁止。门外的保镖们一拥而上，却死活打不开门。屋内，顾青音冷笑捏拳，抬手就揍。霍星野从小被当成霍氏继承人培养，身手自然不弱，可惜面对正统天师的顾青音，根本不是一个段位。5分钟后，顾青音收手，霍星野已经连亲妈都认不出了。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霍星野不吭声。在过去的5分钟，他反击过、震惊过、愤怒过，到现在已经完全冷静了。我真是你妈？霍云锦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是做什么的？霍星野摇头：我是天师，就是抓鬼降妖的那种天师。和你爹结婚其实是为了治病，但是吧，人在某些时候是没法控制自己的。然后我就怀孕了，毕竟你爹长得还行，后来也有了一点感情。你们快6个月的时候，玄术协会找上门来请我出手，但霍云锦不同意，说你们太小得有人照顾，我们就吵起来了。然后我就不告而别。后来追着任务目标进了异空间，出来就是现在了。霍星也没有说话，像是看弱智一样看着顾青音。顾青音耸耸肩：我可以跟你去做亲子鉴定。霍星也眸光微闪：可以。顾青音定定地看着他：你是不是觉得我脑子不正常？霍星也胆怯地移开目光：没有。那走吧，现在就去。不行。霍星也本能拒绝，他脸都肿成了猪头，还怎么出门？顾青音像是看出了什么，掏出手机咔嚓给他拍了张照片。嘿嘿，以后再敢跟我没大没小，我就把照片发到网上去。霍星野一双凤眸像是要喷火，但却敢怒不敢言。接着顾青音在他脸上点了几点，霍星野脸上火辣的胀痛瞬间消散，随后2人便来到鉴定机构。3个小时过后，结果出来了。顾青音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霍星野的心情就复杂多了。谁能想到时隔20年，他妈又回来了，还长得这么年轻，乍一看像是他妹妹。走吧儿子，妈饿了，哪家馆子好吃，带妈去尝尝。霍星野开着车，一脸不高兴：有没有什么忌口？顾青音摇头：烤肉火锅都行。很快来到了一家私房烤肉馆，软嫩的牛肋往锅里一放，随着油脂迸溅的声音响起，诱人的香味飘散开来。顾青音忍不住咽口水：好了吗？可以吃了吗？霍星也坐在他对面，满脸嫌弃：我爸应该没短过你吃喝吧？提起这个，顾青音就忍不住心酸，怀孕要忌口，奶孩子也要忌口。刚给你们断母乳，我就去了荒郊野岭，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听到这儿，霍星也有点尴尬，耳根也泛起了微红，还是很难接受自己吃的是眼前这个妙龄少女的粮，只能手上不停地翻动着牛肉。烤熟后就放到了顾青音的盘子里，吃吧。顾青音双眼放光：谢谢乖儿子。吃到一半，一个青年走了进来，将一个文件袋放霍星野面前：家主，您要的东西。薛助理态度恭敬，眼神却不着痕迹看向顾青音：这就是家主的母亲吗？也太年轻了吧，怎么保养的？想看就光明正大的看，干嘛偷偷摸摸的？顾青音低下头嚼着肉，含糊地问道：你是薛家的？薛助理一脸诧异恭敬的回应：主母您好，我是薛宁，是这一代霍家家主的贴身助理。薛维安跟你是什么关系？霍云锦掌家的时候，助理便是薛维安
薇安，主母那是家父。顾青英恍然大悟，然后低头开始翻包。第一次见着小辈，怎么也得给个见面礼不是？然后掏出一个叠成八卦样式的黄符，递了过去。平安符不值什么钱，随身带着保平安。薛宁受宠若惊，恭敬的接过，多谢主母。然后美滋滋的收起护身符，转头就见霍星野目光幽深的盯着他。薛宁走后，霍星野越想越不是滋味，连薛宁都有见面礼，他这个亲儿子怎么什么都没有？但又拉不下脸，憋着气把文件袋拿给顾青英，你要的东西。顾青英接过来看了眼，里面是他的证件、银行卡和新手机。我要去趟古玩街，你送我一趟。霍星也没有说话，带着怨气起身就走。顾青英微微勾唇，慢悠悠的跟上。见面礼嘛，他当然没忘，只是手头的好东西都用的差不多了，得先补货才能做呀。到地方之后，顾青英想一个人走走，霍星也不放心，暗地里派了2个保镖。不过真碰上事儿，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掠过明面上的假货摊，顾青英直接往古玩街深处走去，进了一家名为真品的店铺，要了朱砂黄纸和玉佩。店中长衫青年笑眯眯的报价，朱砂3.2两，黄纸1000元一张，玉佩5万1个。顾青英的眉头一下就皱了起来。20年过去，物价飞涨啊，能不能便宜点？青年微笑，小本生意概不还价。顾青英撇嘴拿出一张卡，20年前的会员卡还能打折吗？你们秦老板亲自给我的。青年眸光微闪，接过卡仔细检查了下，确实是真的。最终3个玉佩1斤朱砂，100张裁好的黄纸，一共45万整。还好他有小金库，不然连给孩子们的见面礼都买不起了。不行，以后接单的价格必须要翻倍。顾青英捧着滴血的心走了，没发现青年凝视着他的背影，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20年前那位突然失踪的天师回来了。回到别墅后，顾青英就拎着东西就进了书房，一直到天色彻底黑下来，才将3个护身玉佩做好。晚饭的时候，新到的管家说，霍星野最近忙于公司的事，不能回家，看来玉佩只能等霍星野回来再给他了。只是霍星野接连3天都音信全无，时隔20年才母子重逢，见一面就搞失踪是几个意思？这臭小子8成是欠修理。一大早，顾青英就准备去找霍星野，可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你好，哪位？对面的男人小心翼翼地问。您是顾青英顾大师吗？驱鬼还是看风水？顾青英习以为常地问道。真的是你，顾大师，您现在有空来一趟吗？我朋友家的一个孩子鬼上身了，今天已经是第5天了，您救救他吧。顾青英很惊讶，怎么都这么长时间了？是啊，男人愁得不行，之前家里找的几个天师，不是骗子就是道行不够。顾青英沉吟2秒，问到地址，男人惊喜的音调都高了几分。我现在就发您。挂断电话，顾青英便去了鹭江别墅区，还是有名的富人聚集地，看来这一单应该能赚不少。到了地方，一个中年男人就快步走到车边等候。顾青英倒是有些意外，秦老板竟然是真品店铺的老板秦震。20年过去，秦震老了不少，差点没认出来。秦震见着他更是震惊不已，他竟跟20年前一模一样。真天师都难道真有驻颜之术吗？心中的疑惑一闪而过，赶紧迎上去。顾大师，您竟然还记得我？有您在，娟娟那孩子一定能好起来。我们快进去吧。刚进入别墅大厅，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大步下楼，这就是秦震口中的朋友老徐。秦震向老徐介绍着顾青英，而老徐将顾青英上下打量一番，心中暗想，这么年轻还是个女人，哪点像天师？老徐便不耐烦的摆摆手打断秦震，我已经请到了刘道长，再有1个多小时就能到家了。秦震忽然变得惊讶，难道是龙虎山的刘道长？老徐点头，随后拿出支票看向顾青英，客气的说道，麻烦你白跑一趟了，这笔钱算是对你的补偿。顾青英低头看了眼支票，被上面一串零惊的心头一跳。老徐见顾青英迟迟不接支票，蹙眉问道，嫌少了？顾青英这才反应过来，然后转头看向楼上，来不及了，那只鬼要动手了。秦震立马急了，顾大师一定要救救娟娟啊！顾青英立马伸出一根手指，秦震赶忙答应，1000万没问题。顾青英心中大惊，我要的100万啊，这钱也太好挣了吧，以后就按这个价了。不过这秦震怎么比人家亲爹都着急？没有多想，顾青英便赶忙上了楼。娟娟上身的恶鬼很快被顾青英降服，可想要苏醒却需要亲爹的鲜血作为药引。老徐不假思索割破手指滴出鲜血，可并没有作用，而一旁心虚的秦震也默默割破手指。顾青英看到这一幕，心中高呼精彩，脸上却强忍着笑意。娟娟醒了，可老徐懵了，不出意外的和秦震切磋了一下拳脚。顾青英不愿多管，拿了钱就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屋门突然被打开，刘道长来了。可顾青英的目光却落在了他身后的人，他眨巴眨巴眼睛，满心疑惑，他儿子为什么会在这里？霍星也同样诧异，但很快反应过来，顾青英应该是来驱鬼的，当即脸色就黑了。顾青英看到他生气的样子，也是气不打一处来。老娘出来赚钱，他有什么好生气的？一连3天没个信儿，他还好意思生气？此时刘道长手上拿着罗盘，走到女鬼消散的地方，此地阴气极重。他又看了眼罗盘，疑惑的疑了声，阴气怎么变淡了？难道鬼跑了？有没有可能鬼已经死了，阴气在缓缓消散？刘道长闻言恍然大悟，没错，应该就是这样。然后抬头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目光在触及顾青英的时候，瞳孔一阵收缩。青衣，顾青英疑惑挑眉，刘二狗。刘道长浑身一阵，双眼瞪大，真的是你？然后满眼桃花温柔的说道，你怎么跟20年前一个样，一点都没变？早知道我就妈回家了。霍星也一脸不满的突然开口，闻声，刘道长整个人僵住，顾青英则是惊喜回眸，非常用力的哎了一声，这就来这就来。刘道长裂开了，刘道长不能接受，你哪来这么大的儿子？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刘道长问，他是你认的干儿子吧？霍星也把顾青英挡在身后，挑衅似的勾了勾唇，我是顾青英怀胎10月亲生的。顾青英从霍星野身后探出头，笑眯眯的点头，星野是3胞胎的老大，改天我另外2个儿子回来介绍你们认识，你可以提前准备好见面礼。刘道长走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年少时的初恋竟然已经嫁人生子了，自己还在原地等了20年，他要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自己哭死。霍星野在心底冷哼，什么人也配打他妈的主意。上了车，顾青英双眼放光的看着霍星野，再叫一声听听。霍星野冷脸不说话，干嘛生气？我惹着你了？霍星野还是不说话。顾青英耸耸肩，拿出手机刷小视
视频，除了帅哥就是美食，看得他不仅一会儿流口水，还流了一会儿口水，吸溜吸溜的声音让霍星野终于忍不住了。谁让你接单驱鬼的？你去驱鬼跟我说过吗？我同意了吗？顾青英一愣，我接单为什么要跟你说呀？那是我的工作，我要出去赚钱的。霍星野冷声反驳，霍家不缺那点钱。把顾青英送到家后，霍星野准备离开。顾青英问道，不在家住，你是有女朋友了没有？霍星野的语气硬邦邦。顾青英有些失落，错过了孩子从小到大的所有成长阶段，现在他也没资格埋怨孩子有秘密。接着便拿出玉佩，从车窗递过去，护身玉佩贴身戴好。妈之前给你算了，你最近气运有点低。霍星野神色复杂的接过来，在手里攥得死紧。谢谢。顾青英摆摆手，亲母子不用这么客气。霍星野走后，顾青英觉得应该多花时间陪伴霍星野，弥补他这么多年缺失的母爱，然后决定从明天开始要陪星野一起上下班，亲自给他点外卖，让他感受母亲的温暖与爱。第二天，顾青英和霍星野的车一前一后进入了霍氏大楼停车场，霍星野也主动上前打开车门。顾青英拎着食盒笑眯眯的下了车，我带了早餐，要不要一起吃？霍星野犹豫了一下，他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但这是顾青英亲自带的，自己不想辜负他的好意。刚要点头，旁边就传来一道温和的女声，总裁不吃早餐，办公室内也不允许吃味道大的东西。顾青英笑意顿时凝固，然后循声看过去，只见一个头上长着头发的女人缓缓走来，然后直接掠过顾青英来到霍星野面前。霍总早，这个女人交给我解决就行了。顾青英头顶缓缓冒出一个问号，这是你女朋友？我的秘书白嘉丽。霍星野介绍道，这位是顾青英，是我的家人，主要是顾青英长得太过年轻貌美，说是他妈估计没人信。介绍完后，霍星野用余光瞄向顾青英，见顾青英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介绍而生气，自己也算松了口气，可转瞬心中却有些不爽，自己介绍的这么模糊，他为什么不生气？难道他也不愿向外人承认我吗？而白嘉丽并没有因此收起高傲的嘴脸，原来是霍总的家人，抱歉是我误会了，切，不过是霍总养的金丝雀也能算家人。快到电梯口的时候，白嘉丽上前一步，有意无意的将顾青英挤到了一边，主动抬手按了电梯。顾青英无辜的眨眨眼，这位女秘书好像对她很有敌意啊。进了电梯后，霍星也顺便把食盒接了过去，都带了什么吃的？顾青英又笑了起来，蟹黄汤包和拌面，还有我亲手煮的花茶。白嘉丽背对两人站在门口，听到两人对话忍不住翻了个白眼，现在的小姑娘都敢追到公司来，哼，迟早被总裁甩了。白嘉丽越想越气，她凭什么呀？也不怪她破防，自己跟在霍星野身边快2年了，也没被多看一眼。想到这儿，白嘉丽的眼睛都忍不住红了。出了电梯后，顾青英跟着霍星野走到了总裁办公室门口，白嘉丽紧忙说道，霍总9点有个跨国会议需要您主持。然后故作为难的看向顾青英，这位顾小姐的话，我来安排你去忙吧。还没说完就被霍星野淡漠的打断。白嘉丽唇角的笑僵了一瞬，眼看着顾青英进了办公室，总裁怎么那么相信她？不怕她盗取集团商业机密吗？白嘉丽再一次破防了。9点霍星野去开会，而顾青英则躺在他的老板椅上，一边吃蟹黄包一边刷手机。哎，星野的饭量太小了，还没有我的一半呢。我的好儿子不会年纪轻轻就累出胃病了吧？那2个臭小子也不知道留在公司帮帮忙，就知道压榨老大。霍星野跟他提过2个弟弟的事儿，老二霍星海高中毕业就去参加选秀，凭借出色的外貌和过人的词曲才华一炮而红，眼下正在太平洋某小岛上闭关，创作自己的第2张原创专辑。老三霍星辰是个电竞天才，获奖无数，高一就开始一边学习一边打电竞，还好脑子和天赋都不错，考上了名牌大学的电竞专业。这学期被老师带去国外集训了，所以短时间内顾青英没办法跟另外2个儿子见面了。但是兄弟俩都是公众人物，网上的消息多得很。霍星野刚开完会回来，就看见顾青英捧着手机嘿嘿的笑，眉头微皱，你看什么呢？星爷你看星海的在舞台上的演出，我儿子可真帅随我。对了，开这么长时间会，你饿不饿，胃难不难受？霍星野依然冷着脸，还好已经习惯了。顾青英微微蹙眉，听说公司食堂的味道不错，带我去尝尝。霍星野动作一顿，面色怪异，9点才吃完早餐，现在才过去2个小时，他怎么又饿了？明明早上他吃的比我还多。顾青英见他不吭声，眉头皱得更紧，工作再忙也要好好吃饭，不然会得胃病的。霍星野再次愣住，原来顾青英是在关心自己，整个人瞬间柔和下来。我身体很好的，晚一点我们过去吧，现在菜品还没上齐。好吧。听到儿子的回应，顾青英也开心的应了一声，然后起身往门口走，我先去茶水间给你拿点吃的。霍星也盯着顾青英离开的门口，抬手缓缓按住自己的心口，这就是被妈妈关心的感觉吗？顾青英刚出来，一直盯着这边的白嘉丽立马迎了上来，顾小姐要走吗？我送你。顾青英上下打量白嘉丽，看把你能的，我说我要离开了吗？你一个小秘书都敢替老板赶人了，在门口盯半天了吧？业务这么熟练，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吧？白嘉丽被当众拆穿，立马慌了，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说，可依然红着脸逞强，你不走你出来干什么？我拉屎还是放屁，你管得着吗？顾青英瞪着白嘉丽自然说道。白嘉丽愣了1秒，随后面色爆红，不得不承认顾青英跟之前的女人不一样，受宠嘴毒不好对付，她要改变策略才行。顾青英在茶水间逛了一圈，拿了一块蛋糕和一杯热牛奶，回了办公室放到霍星野的桌子上。霍星野看着手中的文件，头也不抬的说道，我等会儿吃。顾青英也不说话，皱着眉头死死的盯着霍星野。霍星野压力山大，认命的叹了口气，把文件放到一边，3两口吃完小蛋糕，又喝了半杯牛奶。顾青英眉头这才舒展开，好儿子真乖。恍惚间，霍星野有种失去自由的感觉，母爱果然没有那么简单。再次忙完，已经快12点半了，母子俩便出门准备去吃饭。在工位上侦查了半天的白嘉丽，立马起身率先走到电梯口，等霍星野2人走到他的身后，他才故作惊讶的回眸，霍总也还没吃饭呢，不如一起吧。
听说楼下新开了一个海鲜档口，霍星野转头问道：“想吃海鲜吗？”顾青音笑眯眯地说：“好啊，但是我不喜欢剥壳，你帮我剥。”说完还故意白了白嘉丽一眼。霍星野理所当然地嗯了一声，白嘉丽面上带着微笑，可心里却在尖叫：这个贱人他怎么敢？霍总竟然还答应了。霍星野一进食堂，立马成为众人视线的焦点。霍氏的食堂足以比肩外界的5星级酒店，可霍星野几乎从来没有来过，周围的员工大都不敢明目张胆地看，只能暗搓搓地用余光瞄。霍总今天为啥突然下凡了？快看2眼，再看2眼。霍总身旁的陌生美女是谁？跟霍总是什么关系？不对，霍总竟然帮人打饭了，霍总还帮人剥虾，霍总竟然还为他拆螃蟹。一个午休的时间，霍星野和疑似霍星野女朋友的人在食堂吃饭秀恩爱的消息就传遍了每一个公司群。白嘉丽看完脑子气得发懵，下午直接请假走了。而一无所知的顾青音在霍星野的休息室睡了一觉后，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上午还十分高冷的秘书小姐姐们突然变得格外热情，抱着第5位小姐姐的奶茶投喂。顾青音赶忙问霍星野：“中午公司出什么事了吗？”霍星野一脸疑惑：“你指的是什么事？”顾青音看着他清澈又愚蠢的双眼，摆了摆手：“算了，你忙吧。”然后给薛宁发消息，把我拉到公司的八卦群去。远在外地出差的薛宁一脸茫然，但依然照做。拉完人之后，顺便看了眼群消息，再看到他们说疑似霍总女朋友的人现身时，他也是震惊且期待的。可网上翻了翻聊天记录，看到顾青音和霍星野一起吃饭的照片后，薛宁整个人都要炸了。到底谁造的谣不要命了？不过主母的身份到底要不要在群里解释一下？纠结了半天后，薛宁还是跟霍星野提了下这个事。霍星野听完只觉得离谱，但还是决定暂时不公开。他想等星海和星辰回来，一家人相认之后再公开。虽然在外对2个弟弟严格又冷漠，可霍星野的心思还是很细的。关于妈妈回来的消息，他不希望弟弟们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不想他们有一点不舒服。晚上下班的时候，顾青音提议去顾星野的公寓吃饭，霍星野明显愣了2秒，然后点了点头。车子很快驶入了汤臣极品公寓。顾青音忽然收起之前的散漫，变得一脸严肃：“怎么了？”霍星野见状不由开口问道。顾青音是天生的阴阳眼，这个小区阴气浓郁的不正常，到处都飘着鬼影，事关儿子的居住安全，必须弄清楚怎么回事。然后吩咐司机把车停下。下车后，顾青音直接甩出一张符箓，黑暗中传来一道短促的尖叫，然后一团黑色鬼影被顾青音收进了玻璃瓶。霍星野看不到阴气，但他心里又清楚，顾青音8成是在收鬼。想到之前晚上回家可能跟某个鬼擦肩而过，霍星野心里就忍不住发毛。看到儿子一脸愁容，顾青音轻笑一声安慰道：“别害怕，带好我给你的玉佩，一般的鬼见到你都会绕道走。”霍星野摸了摸胸口的玉佩，感觉安心了不少。霍星野住在顶楼的跃层复式楼，刚到家顾青音就去了霍星野的书房，对抓到的鬼影进行了审问，把小区的八卦听了个遍也没啥有用的消息，然后便打电话将事情交给刘二狗调查。霍星野这时已经换上了白色衬衫。吃饭的时候，做饭阿姨将一份饭菜送到了楼上。楼上住的人是谁？顾青音随口问道。霍星野眸光微闪，故作镇定地说道：“一个朋友这几天生病了，不能见风，以后再介绍你们认识。”顾青音也没再多问。霍星野平时吃的很清淡，4菜1汤，一点荤腥都没有。阿姨做完饭已经回家了，母子俩吃完饭，顾青音便准备离开。星野明天见哦。霍星野神色露出一丝慌张，明天还要来吗？顾青音故作生气，等你养成准时吃饭的好习惯，我就不会再来了。霍星野有些慌乱，立马解释：“不是，我没有不让你来的意思。”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抿着嘴又轻声地说：“你想来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我随时欢迎。”看着顾青音离去的背影，霍星野关上了房门，身后传来了虚弱的声音：“他是谁？你的新目标吗？那你什么时候能放我离开？”霍星野像是习以为常一样，头也不回地诞生道：“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我自然会放你离开。”身后的女人精致的像一个洋娃娃，却满脸厌恶地说道：“想不通的是你，不是我不喜欢你，你对我的囚禁只会让我更加憎恶你。”霍星野丝毫不无所懂，上前抓住她的手臂：“我扶你上楼。”女人像是被电到了一样，用力甩手：“别碰我，恶心！早知道我就不该救你。”霍星野没什么耐心，直接把人扛了起来往楼上走，走到房间直接往床上一扔就要离开了。“你都已经喜欢上别人了，为什么还不放过我？求求你让我回家吧！”霍星野愣在门口：“你误会了，我只喜欢你。”听着门外上锁的声音，女人擦干眼泪，沉默地缩进了被子里。另一边不等到家，顾青音就收到了刘二狗消息，然后立马掉头回到汤臣极品解决问题。刘二狗也屁颠屁颠的过来了：“二狗啊二狗，人家都结婚生子了，你怎么还这么听人家的话？我看不起你刘二狗。”顾青音沉思了片刻，决定和霍星野说一下这个事。霍星野说自己要和他一起，可顾青音却不同意。感受到顾青音的关心，霍星野心中一暖，可依然担心着顾青音。虽然她是顶级天师，可她也是自己的妈妈，而且还是一个小女生。我带着你给的护身玉佩不会有危险的，毕竟你是那么厉害的天师。顾青音回到汤臣极品，霍星野已经在楼下等她。刘二狗还没来，顾青音便带着霍星野查找小区内的聚阴阵。霍星野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喷泉，很难想象这里有什么聚阴阵。顾青音看出他的疑惑，问他胆子大不大。霍星野表示从小到大没有什么害怕的。顾青音便说要替他开天眼，以后可以再教他玄术。说完抬手就往霍星野的眼睛上招呼，瞬间一股凉意覆盖霍星野整个眼球。睁眼的前一秒，霍星野有些胆怯，可好奇占据了上风。一睁眼，眼前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眼前的喷泉不再澄清，水面下似乎隐藏着什么东西，看一眼就让人汗毛直立。霍星野转头一开目光，不巧跟路灯下的吊死鬼对视了。吊死鬼兴奋地扑向霍星野，顾青音看见了但没管，还退了2步给吊死鬼让路。霍星野惊慌失措地后退1步，可下一秒扑在身上的吊死鬼无火自燃，消失在空中。霍星野双眼瞪大，极力控制着自己委屈的表情，然后故作淡定地看向顾青音。顾青音被看得生出几分愧疚，轻咳一声说：“现在你知道玉佩的威力了吧？以后遇到鬼就不会
会害怕。霍星野声音都有些颤抖。知道了。顾青英哈哈大笑，儿子逞强的样子也太可爱了。霍星爷脸上还在发热，可还在竭力控制着面部表情。逗了会儿儿子，顾青英便让霍星爷讲小时候的事。我们三兄弟也有过很快乐的童年，爸爸很溺爱我们，要什么给什么。幼儿园的时候，一次班里的小孩说我们是没妈的野孩子。我们把人家牙打掉了，我爸被老师叫去了学校，当时爸爸赔偿了医药费，可后来那几个孩子再也没来过幼儿园。爸爸跟我们说，我们不是没有妈妈，只是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他说他会保证一定会接妈妈回家，可他食言了，不仅没把你带回来，还把自己弄丢了。顾青英握住他的手，轻声道，妈妈回来了，至于你爸，到时候妈想办法招个魂，只要他没投胎，就算他在地府也能把他招回来。等星海和星辰回来，我们一家也算是团聚了。霍星也用力握紧顾青英的手，母子俩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刘二狗过来就见两人气氛凝重，你们吵架了？顾青英翻了个白眼，我们好得很，桃木钉给我一套。刘二狗一边掏一边心疼，跪着呢，省着点用。随后二人便开始破阵除妖。霍星也觉得自己在这里没有太多作用，正准备站远一点，可突然脖子一紧，被狠狠勒住。顾青英心底闪过一丝慌乱，霍星野的玉佩阻挡鬼怪，可没想到巨阴阵中藏匿的是人。看着儿子呼吸艰难，面色肉眼可见的变红，顾青英沉着脸，冷酷肃杀的气场完全展开，和之前懒散俏皮的形象完全不符。霍星野的心跳越来越快，意识逐渐模糊，可看着妈妈却又无比的安心，甚至感觉他的妈妈有点帅。顾青英单手迅速掐诀，闪电般的雷光凭空射出，擦过霍星野的耳边，落在了他背后的人身上。听到背后之人闷声倒下，霍星野头也不回，立马就想向前逃窜，可之前被吓得腿软，直接踉跄着摔倒，也不管姿势好不好看，手脚并用的往顾青英身边爬去。抬头的时候看到顾青英一脸复杂，还好附近没有别人，不然你霸总的脸面就不保了。霍星野身形一僵，意识到自己现在狼狈的姿势后，直接满头大汗，然后嗖的一下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